什么？日本人竟然亲自下场帮咱们中国辟谣了？你没听错啊，这事呢要放到前几年，你敢想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在日本那些右翼媒体的嘴里，咱们中国游客常年扮演都是啥角色呀？麻烦制造者呀，什么素质低啦、不文明啦，反正啥黑锅都得咱们背着，背着都习惯了，想反转门都没有。但是呢，就在今年的9月22号，一个被日本网友称为反华疯婆子的政客要竞选首相了，你猜怎么着？日本人突然集体踩了脚刹车，一个个呢都变成了辟谣侠，争着抢着帮咱们说话。这位大姐呢是本想煽动民意，搬起一块石头，结果咣当一下砸在了自个儿的脚上。这位大姐是谁呢？她叫高市早苗。咱们今天啊，把这场由一头小鹿引发的日本政坛大戏啊，给它扒个底儿朝天。2025年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辩论现场，这个是个严肃的场合呀，跟咱们这儿开重要会议差不多。台下坐着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决定着谁会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这个时候呢，63岁的高市早苗大妈走上了台。这位大姐平时那可是一副铁娘子的模样啊，鹰派中的鹰派，对咱们中国向来是横眉冷对，没一句好话。可是今天她突然收起了那副灭绝师太的强硬姿态，跟变了个人似的她老家呢是奈良的，奈良最有名的是啥？是鹿，对，就是那些会在公园里追着你要鹿背仙的小鹿。高市大妈手握话筒，饱含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赞美奈良小鹿的和歌。妻呼ぶおじかいでたつらむか。哎呀，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动物世界的录制现场呢。就在大家沉浸在这片刻的温情中时，高市大妈话锋一转，脸上的表情跟刚才判若两人。但是就是这些可爱的神鹿正在遭受外国游客的虐待，他们用脚踢，用手打，甚至还有人在我们神圣的鸟居上做引体向上，这是对我们日本文化的公然践踏。そんな奈良の鹿をですよ、足で蹴り上げるとんでもない人がいます。殴って、怖がらせる人がいます。外国から観光に来て、日本人が大切にしているものをわざと痛めつけようとする人がいるんだとすれば、皆さん何かが行き過ぎている。そう思われませんか？ SNS でも目にしますよね。神社の鳥居を鉄棒かなんかのようにですね、見立てて、ぶら下がって、そして遊ぶ観光客が、いるとか、神社を何と思っとるんでしょうか。で、古いものが大切にこの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に、そういう日本人の気持ちを踏みにじって喜ぶ人が外国から来るようなら、何かをしないといけません。话音刚落他身后的大屏幕就开始播放一段画质模糊、摇摇晃晃的视频。台下那些保守派的议员们一听这个话，跟打了鸡血似的，啪啪啪的就开始鼓掌。我的天哪！一场决定国家未来的严肃选举辩论，瞬间就变成了一场全网群嘲的闹剧。高市早苗这一招玩的是真溜啊！他把奈良的鹿从一个可爱的公园吉祥物，硬生生的给包装成了文化入侵的受害者。为啥他要拿鹿说事呢？这背后可有讲究。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可能知道，奈良的鹿可不是普通的动物，在日本的神道教里，他们被看作是春日大社这个著名神社的神的使者，简称神鹿。在当地人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国宝级的存在。你动一下鹿那就是跟咱们这儿推倒了孔子像差不多性质立马就变了。高市早苗就是利用了鹿的这种特殊文化属性，给他的排外情绪镀上了一层金，让这个事儿听起来特别的神圣，特别能煽动民族情绪。他在这个台上虽然没有点名说这个外国游客到底是谁，但那弦外之音谁听不出来啊？结合之前日本有个网红叫原田将大，就是靠着炒作中国游客虐鹿的这种谣言最后竟然成功的当选了奈良市的议员。他一直追着我。バカじゃないっちゃおめえが鹿さん怖いよかやろ。日本から出てやろ。それカスが
所以高氏一提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面都门儿清啊。他那手指头就差直接戳到咱们脑门上了。可是事实呢？事实跟大家说的那叫一个南辕北辙。高氏这番颠倒黑白的演讲，本以为能点燃日本民众的怒火，让他收割一波选票，结果呢，火呢是点着了，但是烧的不是别人哦，正是他自己。一场自下而上的全民辟谣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第一个站出来打他脸的就是奈良公园管理处，人家没跟他废话啊，直接在官网挂出了一份声明，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2025年以来，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外国游客虐待鹿的有效举报，所有伤害鹿的事件肇事者均为日本本国人。这脸打的那真是啪啪啪的响啊！但这还没完，有神通广大的日本网友啊，把高氏演讲时放的那段鸟居引体向上的模糊视频给扒出来了。结果发现呢，这段视频的拍摄地啊，根本就不在奈良，而是在北海道的另一个神社。而且呢，视频里那个做引体向上的人啊，也不是中国人，这叫啥呀？这叫移花接木、栽赃陷害啊！证据都是假的。这一下呢，日本网络上就直接炸了锅。奈良当地人第一个不干了，奈良市的市长亲自站出来开记者会，对着全国的媒体说，我们坚决反对将奈良鹿政治化，这种做法正在严重破坏我们奈良的国际形象。你瞅瞅，人家当地都觉得你高氏早苗丢人呀。紧接着呢，日本网友们啊自发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个叫真相中的奈良鹿的话题，大家开始接力把这近几年所有伤害鹿的案件新闻全都给整理了出来，做了一个清单。结果发现2025年3月，一个日本男子用斧头砍伤了一头小鹿；2024年11月，2个日本高中生闲着没事干，用石头砸鹿取乐。那一桩桩一件件证据确凿，全是日本人自己干的。高氏口中那个外国游客虐鹿的说法在他自己人拿出铁证面前不攻自破了。这更有意思的是，一群来自东京、大阪的大学生自发成立一个叫鹿与和平的志愿者团体，他们跑到街头举办展览，展出的全部都是世界各国的游客，包括咱们中国游客跟奈良小鹿友好互动的照片。他们还打出一个标语叫文化是不分裂的工具。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有点魔幻啊？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普通日本民众的态度。有个日本网友在推特上发了这么一句话，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他说，如果一个靠蹭网红谣言起家的人当上首相，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难道1923年的悲剧还要重演吗？他提到的这个1923年的悲剧指的是日本历史上的关东大地震。当时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为了转移社会矛盾，说是在日朝鲜人趁机投毒纵火，结果呢，无数无辜的朝鲜人和一部分中国人就被狂热的日本民众给活活打死了。你看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从那个靠虐鹿谣言上位的网红议员，到今天想用同样的套路冲击首相宝座的高氏早苗，这条靠煽动仇恨来换取政治利益的变现路径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日本人自己都害怕了呀，他们不是同情中国，他们是在害怕自己的国家再次被这种极端主义拖进疯狂的深渊。好了，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高氏早苗作为一个混迹政坛多年的老油条，他会不知道自己那套谣言很容易被戳穿吗？他肯定知道啊，那他为啥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玩这种低级的把戏呢？原因很简单他急了，被逼到墙角了，只能进行一场政治豪赌。公民党的干事长直接公开撂狠话如果自民党选一个煽动排外情绪的人当总裁，那我们公民党就要重新考虑一下，还跟不跟你们一起联合执政了。你看内外交困啊！与此同时呢，他的对手们还在步步紧逼。小泉进次郎主打改革派的形象，收割了一大堆年轻人的选票。另一位候选人茂木敏充，凭借多年在地方上经营的人脉，牢牢抓住了农村和中小企业的票仓。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下，高氏早苗还能怎么办啊？他只能兵行险招靠制造奈良鹿谣言来博眼球，试图打破这个选举困局。说白了就是想搞
弯道超车，赌一把呀！就在虐鹿谣言这事儿还在持续发酵的时候，高市早苗又给我们秀了一把川剧变脸的绝活。他在东京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这可是个大场合哦，台下坐着的都是日本经济界的大佬。这个时候，高市大妈突然换了一副面孔，用一种非常温和、非常理性的口气说：“我们必须和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要尽力避免对抗升级。”啥玩意儿？我没听错吧？这话是从高市早苗嘴里说出来的。要知道，就在几个月前，2025年7月份，他还窜访咱们中国的台湾地区，跟那些台独分子勾肩搭背，公开喊着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更是嚣张啊，主张授权日本自卫队对中国海警船开火，甚至还计划派人去拆咱们在钓鱼岛附近放的浮标。这才过去多久啊？怎么突然就温和务实起来了？原因很简单啊，还是为了选票，为了拉拢那些中间选民和经济界的支持。日本共同社的民调说得很清楚啊，虽然有78%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有负面印象，但是吧，有64%人更担心极端的对华政策会导致日本经济受损。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啊，骂归骂，但是要为了骂中国，害得我们丢了饭碗，挣不着钱，那可不行。高市早苗啊，正是看准了日本社会这种矛盾心态，所以他才不得不暂收起那副反华的强硬面具，玩起了务实的把戏。他就是想告诉那些企业家和普通老百姓，你们看，我虽然强硬，但我也不傻呀，我懂经济，我不会砸大家的饭碗。这种拙劣的表演谁会信呢？一个人的政治底色是藏不住的。今天为了选票可以造谣抹黑中国，明天为了选票又可以笑脸相迎，这种毫无政治信誉可言的政客才是最危险的。高市早苗这场用谣言和极端情绪进行的政治豪赌，最终能不能成功？日本这艘船会不会被他这种极端主义者拖入危险的深渊？答案呢，或许就藏在每一个日本选民即将投出的那一票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哦，当一个政客开始将美丽的神话传说变成煽动仇恨的工具，当一个国家的历史伤口被反复撕开，当作博取眼球的筹码时，那么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必将是这个国家的整个未来。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